克利加率领饼干大军将巴姆大王和娜美以及伊干霍米茨团团包围。娜美提着天后棒从巴姆大王的嘴里跳了出来，大声命令道：“巴姆大王！”巴姆大王吓得一哆嗦：“不行不行，你一定是想让我和克利加大人战斗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”娜美双眼紧紧盯着克利加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个家伙由我来对付，你们负责好好保护路飞。”巴姆大王一愣，没想到眼前这个腹黑女人还有这么勇猛的一面。他劝道：“克利加大人可不是一般的强大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”娜美坚定地说道：“你们给我好好保护路飞就可以了，我负责制造机会，你们负责逃走。”巴姆大王很开心，这样既不用和克利加为敌，还能逃命，也不算违抗娜美，一举三得。娜美看着一脸轻松的克利加，心里很紧张，这就是四皇海贼团的实力。看来一开始确实是小看他们了，现在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。克利加一看娜美要和自己打，立刻就明白路飞现在无法战斗，他呼唤饼干士兵上前干掉娜美。娜美用天后棒使出疾风之剑，天后棒吹出飓风，暂时控制住了饼干士兵。巴姆大王和霍米茨们趁机开溜，后面立刻有饼干士兵围上来，围住了巴姆大王。娜美用天后棒召唤出雷云，一招天雷滚滚打下来，饼干士兵们用盾牌举过头顶，将娜美的雷电招式防御住。克利加哈哈大笑，不错的招式，不过饼干就算烤焦了，也只会更香罢了。饼干士兵们围过去，对着娜美纷纷出剑。娜美此时就像是一只被困在竞技场内的蛐蛐，被围观的玩弄戏耍。克利加站起身问道：“文斯莫克家的那个儿子对你们就这么重要吗？真让人想不通。违抗妈妈的命令就得死，那家伙值得你们拼上性命吗？”娜美微微闭起眼，回忆起和山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山治那个人啊，又好色又喜欢勾搭女人，让人生气的事情太多了。但是他为了保护同伴，会拼上自己的性命。这样的伙伴陷入危机，就该我们拼上性命去救他。克利加哈哈大笑，提着剑向娜美走过来。娜美怒斥克利加：“赶紧出手了吧，你这个只会操纵傀儡、隔岸观火的小鬼！那我就成全你！”娜美召唤雷云袭击克利加，克利加的饼干士兵挡了过来。同一时刻，克利加突击向前，拔剑刺向娜美，几剑下去将娜美的天后棒弹飞。我会慢慢杀死你，让你好好体会痛苦，你也好好的享受恐惧吧。克利加将长剑慢慢的刺向娜美，娜美万分惊恐的向后面慢慢的挪身子。二等路飞一个闪现奔过来，一巴掌将克利加击退，让你久等了，娜美。此时在加尔玛王国的秘密地下设施，山治一脚踢在尼治脸上，尼治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！山治，别忘了你还有人质在我们手上。”尼治趁机一招隐形瞬移，来到山治身后把他控住。山治脚步燃起火焰，尼治这种货色1秒就可以将他解决。别还手啊，否则东海那边就要流血。电击针刺，尼治用膝盖打出电击属性攻击，直接击中了山治的后腰。接着尼治又打出雷光拳，将山治放倒。山治躺在地上，完全放弃了抵抗。杀马特三兄弟围过来，对着山治一顿嘲讽：“真是愚蠢啊，山治，为了一个低级的厨师老头就不敢还手了。”杀马特三兄弟得意洋洋，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此时他们与山治实力相差有多悬殊。如果不是东海的低级厨师老头被当成了人质，杀马特三兄弟估计当场就断胳膊断腿，躺在地上哀嚎不止了。尼治蹲在山治面前继续嘲讽：“如果早知道你喜欢那个煮饭女，我就不会毁她的脸了。”一直在一边补刀说：“如果你不介意煮饭女的肿脸，我可以立刻让她做你的侍女。”一直上前一步，再次欢迎你回到文斯莫克家族。现在我们必须要再次确认等级才行。你只是个失败品，山治。对待失败品是文斯莫克家族对山治特有的称呼。加之改造的不仅仅是那些对他来说无关痛痒的克隆人士兵，他还将血统因子改造的技术用在了自己的子女身上。而山治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变得冷酷无情、只会战斗的工具人，所以在加之的眼里，山治就是一个失败品。小时候，山治将自己的子女们称作最高的杰作，在山治兄弟几个人的身上，加之给他们附加了所有研究精华的科学手段，将子女们从出生开始就进行了血统因子改造，赋予他们很强的战斗天赋。他们是加尔玛66的未来，承载了自己称霸北海乃至世界的期望。然而在对子女们进行各项身体指标的测试时，加之发现山治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血统因子改造的技术在山治的身上没有得到效果。简单来说，山治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，他会害怕，会恐惧，会痛，会累，会哭。但是这些都不是加治想要的，他想要的是超人一般的孩子，如同战争傀儡，如同钢铁机器。只有这样的小孩，将来才能肩负起带领加尔玛66的重任。每次体能测试、生存测试，山治都是五兄妹中最拉胯的那个人。
研究团队对五兄妹的数据统计报告很快出来了，一质、泥质、永质状况良好，外骨骼已经显露出来了，身体的柔韧性、腕力都已经达到了强壮士兵的指数。但是山治似乎是失败了。理论上来说，血统因子的改造应该是4个人都成功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山治变回了刚刚出生时候的样子，也就是说山治只是普通的人类。因此加之对山治越来越厌恶。山治被自己的3个兄弟揍得鼻青脸肿，雷九把山治带回房间里替他包扎伤口。山治很感激雷九，只有姐姐雷九对他是温柔的。但是雷九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只能偷偷的帮助山治。表面上他必须附和和其他3个兄弟，随着兄弟们一起嘲笑山治，否则的话自己也会被欺负的。山治不喜欢与兄弟一样训练和战斗，平日里他会自己偷偷躲起来研究料理，给老鼠做吃的。这件事让加之对山治更恼火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儿子如此让他不省心。既然天赋没有兄弟们高，那就去努力呀，去训练。为什么要去给老鼠做饭呢？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！加之盛怒之下，砸碎了山治和已故母亲的合照，将山治做好的饭与老鼠一起丢出窗户。你的母亲已经死了，不要再追随死人的影子，以后不要再做饭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山治在加之的逼迫下，与兄弟们一起拼命的训练，然而身体的各项指标数据依然没有长进。怎么看山治也只是个失败品，普通人。加之对山治的耐心彻底失去了，他认为把精力投在山治的身上纯属就是浪费时间。属下小心翼翼地问，要怎么处置山治大人呢？加之眉头一皱，他举办了一场葬礼，向全国宣布他们爱戴的山治大人死于意外之中，而山治本人却被强行扣上了一个钢铁的头盔面罩，被锁紧在了暗无天日的地下监牢里。葬礼上，倪治细腻地说道：“山治真的死了？”一直回答：“谁知道呢？谁在乎他死活？”捧臭脚之王永志在一边哈哈大笑。山治在监牢里一头雾水，他不知道士兵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他。他抓紧监牢的铁栏杆，大声呼救，而士兵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一个士兵回过头说道：“这是国王大人的决定。”国王大人是这样说的：“就当山治从来没有出生过。”山治一愣。随着地下监牢铁门咣当一声关闭，陷入无尽黑暗和寂寞的山治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彻彻底底的被父亲、被家族、被家人们抛弃了。他绝望无助地跪倒在铁栏杆前，放声大哭：“对不起，爸爸，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弱小，对不起。”而在杰尔玛的城堡空地上，同年龄段的一至3兄弟和雷九已经成为可以以一人之力对抗10几个杰尔玛凯特士兵的战士了。小小年纪出手不凡，动作迅猛，力量巨大，简直就是超人。这才是加治想要看到的未来。加治对子女的表现尤为满意。加治张开怀抱，将4个子女抱在怀里，开心的大笑：“你们真是我的骄傲啊！”山治的地下监牢里已经被困了6个月，除了每天定时送来的3餐，没有人与山治接触。王宫的后厨、厨师们早就对此心生怀疑，每天做的这3餐1人份的豪华餐食，到底是送去了哪里呢？客房里没有人，杰尔玛王国最近也没有听说有接待客人，实在是太可疑了。山治机械性的端过来送来的餐食，士兵给山治打开头上的面具，山治坐下来，由士兵看守着将食物吃掉。这时，一只小老鼠跑过来，山治将食物分给了一部分给老鼠。突然，他眼圈一红，想起了自己的妈妈。山治的母亲在生下几兄妹后，身体就患上大病，久病不愈。山治为了给整日卧床的母亲带来一些欢乐，于是自学厨艺，亲自下厨，尝试做各种料理。尽管国王父亲一再命令不允许山治进到厨房里，但是山治恳求厨师长给自己为母亲做饭的机会。厨师长不忍心，答应下来。山治将做好的料理放在竹篓里，冒着暴风雨给母亲送去。士兵跑过来阻拦，山治不为所动，甩开士兵继续赶路。结果又不幸地遭到恶犬攻击，接连摔跤。等他来到母亲病房时，料理已经摔烂成了一团。侍女勉强地挤出笑容，委婉说道：“山治大人的心是好的，可是如果给王妃吃坏了肚子……”山治坚持把料理递给侍女，侍女为难地笑着，虽然卖相不好，但也许味道会不错呢。侍女沾了一点酱汁，嘴角因为极度恶心而抽搐了一下。尝了一口后，侍女尖叫着喷出一团紫色烟雾，这东西确定没毒。侍女将山治带到了王妃的屋子里，母亲看到山治后从床上坐起来，十分高兴。侍女将一盒新做好的精美便当放在王妃面前，哄骗王妃说这是山治为您做的。王妃很高兴，但是看到山治窘迫的样子，王妃就知道这里面有故事。她不高兴地扭过头，让侍女将山治亲手做的料理拿上来，不要做多余的事情。
侍女不敢抗命，只好将那盒冒着紫色烟雾的奇怪料理端了上来。这盒料理已经糊到很难辨认其中的食物，但是山治的母亲还是高兴地拿起叉子吃了一口。山治内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妈妈，我搞砸了，来的路上摔坏了，还被雨水淋湿了。”山治的母亲则露出幸福的笑容，称赞道：“おいしい。”山治一愣，随即高兴地扑到母亲的怀里。母亲满怀期待地问山治：“你还会再给我做饭吗？”山治扬起脑袋，开心地点点头。但好景不长，山治的母亲不久之后就病发去世。山治一人在母亲的墓碑前哭了好久，就因为母亲生前那一句“山治，你还会给我做饭吗？”山治决定走上做厨师的道路。山治坐在监牢里，回忆着和母亲为数不多的记忆。他勇敢地走向看守士兵，提出想要一些料理的书和工具，自己在监牢里研究起来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山治从书上见识到了奥布陆这个地方，全世界的鱼都生活在其中的传说之海。另一边，一治三兄弟也早就发现了事有蹊跷。他看到每天3顿饭，士兵都会将精美的料理偷偷端去地下监牢，于是猜测山治没有死。这一天，一治三兄弟偷了钥匙，来到了地下监牢里，看到了头戴钢盔和面罩的山治。三兄弟暴虐的大笑，随即打开牢房，将山治狠揍一顿。只有雷九独自一个人躲在外面，听着拳打脚踢和山治的惨叫声。等到三兄弟离开了，雷九才偷偷溜过来替山治包扎伤口。雷九告诉山治，因为血统因子的改造，那三兄弟没有任何感情，而自己虽然也被改造了，但是和他们不太一样，保留了一丝人类的情感。几天之后，吉尔玛王国全体国土战舰登上红土大陆，来到了东海，在这里的某个国家发动了战争。面对即将而来的大战，三兄弟很兴奋，山治却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看圣贤菜谱，顺便挨圣贤揍。吉尔玛王国终于靠岸了，战争四起。山治突然冒出了逃走的念头，他看着偷偷溜过来给自己包扎的雷九，哭着说：“雷九，我想做一名厨师，如果从这里逃走，那就不用再见到父亲了吧。”常年来，山治受到的虐待和委屈，雷九全部看在眼里。留有一丝人类情感的雷九，心中被山治的绝望和无助所打动，他冒险掰开了监狱铁笼，将山治放了出来。山治按照雷九的指示，跑到加治的房间，去找墙壁上的暗门。暗门里有铁面具的钥匙，山治只要拿到钥匙就可以逃走了。山治拉开暗门，找到了钥匙，结果被加治撞见。加治面无表情地问道：“山治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山治把钥匙拿下来，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，鼓起勇气对着加治说：“我要离开这个国家，别拦着我。”加治俯视着山治，突然说道：“太好了，毕竟我是个父亲，就算你再怎么没用，我也不能对自己的儿子下手。你愿意自己消失，我不会阻拦你。铁面具的钥匙你也可以拿走，但是能不能答应我这个做父亲的一个请求呢？”山治已经悲伤到泪流满面。加治盯着山治的话，说出那句让山治痛彻心扉的话：“绝对不要在别人面前提起我是你父亲这件事，这是我不想被人所知道的污点。”山治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因为过于悲伤和激动，他浑身颤抖，手中的短刀掉落在地上。山治哀嚎着大哭起来，被亲生父亲无情抛弃，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痛苦。雷九带山治跑到港口，指着一艘偶尔停在岸边的海贼船，让山治赶紧跳上去。雷九抓着山治的肩膀，哭着说：“男人不能一直哭，听好了，山治，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。大海如此广阔。”雷九一边大哭，一边将山治推了出去。快跑，别回头！我是谢梦君，咱们下期见。